大家好，前几天呢，我有一个看到个帖子啊，我收藏了，收藏结果发现这个帖子不见了。今天呢，我那个搜索标题啊，因为看到有些网站它被采集了啊，我这边就以这个采集的为例啊，意思就是说呢，大家别去摸鱼啊，充9折话费了啊，公安局电话联系上来了，意思就是说呢啊，9折话费，你觉得9折话费是有可能的吗？说实话，很久以前啊就有9折话费啊，那个是真的骗啊。这个9折话费，说实话，他会给你到账的啊，钱真的到账，但是这个到账钱呢，你觉得这个钱你说正儿八经的钱吗？这个电话呢，派出所打过来的啊，说有个老人被骗了6000块钱啊，资金流向是充了12个500的话费，其中一个就是我啊。那很简单嘛，你这个钱就是来路不明嘛，就给别人洗钱又拿去了嘛。你那个445给了他之后，变成白钱啊，干净的钱，他提前走了啊，就转账走了，或者说通过别的方式啊。最近从去年或者说今年啊，应该说前年就2020年就开始了，就是这种话费啊，慢充啊，叫慢充话费。慢充话费基本上都是85折、88折、9折啊，9折算贵了啊，便宜的话88折都有啊。基本上这种话费啊，我觉得啊都有点问题。你觉得可能吗？你如果说你去问问中国联通、中国移动的人，大领导，你去问看，大领导都拿不到这么便宜的话费，我说实话啊，还要交电费啊，电费就更不用说了啊，甚至我看到过有更便宜的电费啊，也有这些评论，我看到过评论，有个人说呢，说他一个亲戚啊，开厂的，网上充了电费呢，充了5万块钱电费啊，结果都被退回去了，还算好的呢，退电费。我曾经还知道有人偷电啊，家里面偷电嘛，不是有矿机嘛，为比特币矿机这种偷电嘛，偷电最后怎么处理啊？不要说罚款了，你们家想用电都不给你用，电的不权限都不给你开，明白吧？偷电的人啊，现在这么处理了。你想想看，如果说一套房子如果没有电的话，这房子等于没价值了啊，没有任何意义的。说实话，还有吧啊，随便闲聊一下啊，大家认为这种礼品卡一般来说多少折扣是合理范围呢？我认为啊，9395折已经很低很低了。比如说京东礼品卡啊，亚马逊礼品卡啊，正常的白卡9395折已经很低很低了啊。这种卡都是刚需型的，如果真的是这种合法来源的卡，9395折我觉得是封顶了，基本上啊，再低也不。还有那些什么羊毛不要去撸，比如说某鱼上啊，还有很多这种啊类似于灰产那种行业啊，鱼龙混杂你也看不清楚啊。比如说啊待订房，这个是很难分辨吧？有待订房呢，有一些呢，说实话啊，他是为了自己的积分或者自己个人的是那个刷的房晚啊，那么升级。但是这种人的话啊，他只仅限于一个城市，比如说仅限于一个什么什么城市啊，他不可能说跨地域的。那种跨地域那种啊，基本上啊，小心点。我只能说是小心点啊，因为我不确定他是用盗取别人积分呢，还是利用什么协议价，还是利用各个旅行社团队协议价啊，线下团队协议价不一样的啊。反正这个套路是非常深的啊，待订房。不过这个待订房呢还好一些啊，性质还不算最恶劣的，知道什么吧？以前淘宝上有大批的这种 Airbnb， 知道吧 ？Airbnb 之前真的是基本上都是黑卡遍地黑卡。怎么说呢？基本上 Airbnb 这个跟酒店还不一样，酒店你可能住1晚2晚啊 ，Airbnb 的话啊是民宿，你可能住7天10天啊，万一你这个在住的期间啊，对方黑卡那个信用卡啊，他把钱找回去了之后，那 Airbnb 就发现了之后 ，Airbnb 就联系这个房东，那房东堵你的门你还得了？房东报警的话你还得了吗？会不会出现这种问题？所以说现在到后面曾经那个某宝平台嘛 ，Airbnb 关键词搜进去的话，基本上早就没有代购代订了啊，已经没有了。还有那个代订啊 ，Booking 我曾经说过嘛 ，Booking 我也帮人家代订过，但是我代订什么方式呢？信用卡返现加他 Booking 额外的返现，这样的话帮人家代订的。但是我发现还有人更低价格，我不知道他们怎么做的。他们说5折起6折起啊，我真的不知道他们怎么做到的。我觉得他们应该就是黑卡。那 Airbnb 的话，你有些人住1个月的话，那还得了啊，对不对？所以说呢，这个 Airbnb 的话，它当时价格好像更低吧，5折3折都有吧。之前我也找人帮忙过啊，就是 Airbnb， 但是我不是让他帮我付款，因为我不会这样做的。就算不出事情，我也不会这样做的。我不想给自己添任何麻烦啊。到时候人都被抓进去怎么办呢？这个你还罚款了，得不偿失啊。我找他帮忙是帮什么忙呢 ？Airbnb 它有这种邀请的优惠券，比如说我想邀请一个人，他不是有旅行基金嘛？这个钱啊，这个里面是代金，可以代金了，相当于优惠啊。你可以用啊，就他给你个账号，你去付款
啊，然后这个账号里面有优惠券啊，等于他卖给你一个新的账号，你去付款去预定，啊，这种情况还是可以的。但是啊，说实话 ，Airbnb 我现在用的情况就是现在房东啊，基本上也很小心，会看你的信用。如果说你这个号是新号的话，他有些时候还不会让你住，或者让你住的过程中，他会很小心，知道吧？他希望你的资料很详细。啊，他会发生过很多事情。曾经有一个 Airbnb 的房东跟我讲了很多事情，啊，欠钱不还、赖着不走的，什么破坏东西啊，还有要退款啊，很多问题啊。所以说呢 ，Airbnb 信用啊，也跟那个淘宝买家号一样，大家要攒点信誉啊。好，再说一个啊，很多外国的群啊，比如说外国留学生群啊，尤其是留学生群，简直是诈骗重灾区啊。为什么呢？经常会发现有些人来发5折外卖、5折的 Uber 啊、5折的打车。就是5折外卖5折打车啊，真的太多了。代叫，你给他钱，他帮你打车，这种100%是黑卡啊，就是盗刷别人信用卡。你呢给他人民币了，他人都可能在某些地方啊，给他人民币，你的钱是干净的钱吧？他拿干净的钱，他这个卡帮你付的钱呢是别人的信用卡，那损失的人呢，一般来说这个外卖有点危险啊，外卖的话。至少你的地址是在的嘛，是可以存档的嘛。打车的话，那你段路程从 A 段到 B 段的话还好一点。一般来说这种东西我在网上看到过有人被抓的只是说大部分情况呢，你这个10美金、20美金、30美金太小额了，人家犯不着。但是如果外卖的话，就风险很大。我看到过网上有一个人的帖子是哭诉的帖子还害了就是别人因为这个地址是你可能跟别人合租房子就是因为你这个老鼠屎害了别人的外卖都收不到了甚至这外卖平台把你的地址都直接拉黑掉了，你懂吗？还有就是在国外很多这种银行卡收信地址也有关联的很多人就是如果说这个地址出现过有个人把信用卡哗全部刷完了，不给钱不还款的话，很有可能也会影响其他住户我做这个很有可能在60%概率上的这种情况遇到人很多，甚至还有人就是拿这种在这种群里面嘛，找这个人怎么代叫、带外卖带订车他叫过1次2次之后呢，这个人产生点信任了甚至跟他说你要不要代销学费甚至还有人真的敢让他去代交学费他可能从父母那边拿了，比如说拿3万美金、4万美金，拿4万美金叫他代交学费的话可能只要5折就行了，2万美金。曾经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新闻大家现在网上也可以搜得到，有一个留学生被加拿大航空给拉黑掉就是因为这个人屡次购买这种黑卡机票，被终身拉黑了他还说，哎呀，我是无辜的，你难道真不知道吗？对不对？你不是第一次，你好几次了所以说呢，大家这种新闻自己可以找找看其实不是说不抓，只是说呢你万一遇到的话，这种事情你真说不清楚了，撇不清楚了，何况如果说你3番5次的肯定会被概率会越来越大有些羊毛还是不要撸好